了一个支点，我就能举起整个地球。相信大家对阿基米德这句话都不陌生，而这个杠杆理论也被现代人当成是一种撬动财富杠杆的工具，当然在投资的世界也是。于是股市中便也衍生出各式各样的金融商品，这其中也包括了今天的主角杠杆 ETF。这个看似像普通的 ETF， 可是加了杠杆2字，似乎又增添了几分陌生感。因此本期影片我整理了杠杆 ETF 与普通 ETF 的比较，内容包括什么是杠杆 ETF， 它与普通 ETF 有什么差别，以及第二，它如何获得比别人多2倍甚至3倍以上的报酬，还有第三，它的优缺点、特性以及它的真实报酬率。如果你对这个杠杆 ETF 觉得有点陌生又有点感兴趣，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么或许今天的内容可以帮助到你哦。首先第一，什么是杠杆 ETF？ 在了解它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一般型的 ETF。 一般型的 ETF 是单纯追踪指数，没有杠杆，投资绩效通常与投资股票差不多，大约是1倍正向。以经典的元大台湾50为例，0050追踪的是一档名为台湾50的指数，这档指数可以理解为包含台湾50大企业的股票，因此投资这档0050的绩效就会直接像买入这50间企业的股票。而杠杆 ETF 它是以某一个指数的数倍报酬作为目标，例如元大台湾50单日正向2倍基金，以下简称0050正2。这档杠杆型 ETF 顾名思义就是以0050的2倍报酬作为目标。那既然这档 ETF 是以0050的2倍绩效作为目标，那自然不能像普通 ETF 只持有股票来达到绩效，因此杠杆型的 ETF 便会运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来实现杠杆的效果。从元大官网的资料可以看到，0050正2这档 ETF 持有200%的期货，而并非像0050的权重超过 99% 都是股票。那看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感觉到了，杠杆型的 ETF 跟普通型的 ETF 本质上还是有蛮大的差别。原因是它并不像普通 ETF 就像投资一般股票那样单纯，它是透过衍生性商品，例如期权、例如选择权来放大报酬的。放大报酬势必会放大风险，因此接下来的内容我们要透过它的操作原理来了解它是如何让投资人拥有2倍甚至以上的报酬。那相对的，拥有那么多报酬的同时，投资人可能需要承受哪些风险呢？前面提到杠杆型 ETF 是以某个指数的数倍报酬作为目标，因此基金经理人会每日根据当天的指数来调整衍生性商品的部位，以达到 ETF 的预设杠杆倍数。例如当今日台湾50指数上涨1%，那为了让这档正2 ETF 产生2倍，也就是2%的报酬，经理人将每日调整资产组合，透过购买或出售衍生性商品来确保投资绩效达到目标水准。举个更详细的例子，假如一位投资人花了100元买了2倍杠杆 ETF， 经理人便会通过期货选择权来进行资产配置，让投资人的100块本金曝险达到200美元。曝险的意思我们可以先想象成券商借我们钱，这样就能让我们可以在下一个交易日实现2倍的回报。因此当隔日指数上涨 10%， 那么我们的总资金便会从200元变成220美元。这220美元的总资金需要先还掉100美元跟券商借的钱，剩下的120美元才是我们投资者的净资产。如此的话，即使该指数只上涨 10%， 投资者也将享有 20% 的回报。相反的，如果指数下跌 10%， 我们的200美元便会变成180美元。180美元并不是都是我们的钱，还要先还掉100元给券商，剩下的80块才是我们的净资产。因此即使该指数只下跌 10%， 投资者也将会有 20% 的亏损。看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理解杠杆 ETF 的操作原理了。因此接下来我整理了杠杆 ETF 的3个优点以及3个缺点，并且透过计算机实际试算普通 ETF 与杠杆 ETF 两者的报酬率，帮助你更熟悉这个商品。首先优点的部分，第一是能获取加倍的投资报酬。杠杆 ETF 最大的卖点就是让投资者在相同的时间获得2倍甚至数倍的报酬嘛。这意味着当股市大涨时，投资人将可以享有比一般 ETF 多几倍的收益。以0050正2为例，许多投资人看好台股长期的前景，认为长期来看股市向上的机会很高。
高，因此对这些投资人而言，投资正二是个蛮吸引人的选择。第二，较低的管理费用。杠杆 ETF 的管理费虽然略高于普通 ETF， 但如果跟主动型基金来比，它的管理费还是算低的。毕竟杠杆 ETF 的经理人也要像主动型基金的经理人，需要每日研究，追踪标的每天的报酬率，再调整期货的比例。所以如果跟主动型基金比，杠杆 ETF 的管理费是相对划算的。因此这对长期的投资人而言，也算是能节省大量的管理费。以0050正二举例，官网显示它的管理费落在 1.04% 左右，一般主动基金的管理费大概需要 2% 以上，所以它还是相对划算的。当然如果要跟原本一般的 ETF 比，这个 1.04 还是算比较高的。第三，以历史迹象来看，杠杆效应可能放大报酬。当然持有杠杆 ETF 可能会面临波动耗损、损失时间价值等等风险，但如果股市经历较长一段的牛市行情，这种 ETF 放大收益的效果也会很明显。而根据过去的经验，股市经历牛市的时间比熊市的时间大约多了3倍，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杠杆 ETF 有较大的风险与波动，仍有许多投资人偏爱它的原因。那以下我们就来实际计算，到底杠杆 ETF 过去的绩效是否真的有比普通 ETF 更高呢？我们以0050与0050正二为例。首先我们先看普通 ETF 的代表0050。时间的部分，因为正二是2014年才成立的，为了公平，我们0050就也只观察这10年。开始扣款日我们选择2014年，一样差不多12月初好了。赎回日先算今天，每月扣款日1日表扁，每次扣款金额1万台币。鼓励是否再投资先选是，手续费收费方式先点选买卖拒收，按下试算。OK， 结果出来了，这10年间总报酬率大概是150几%，年化报酬率大概是9%。这个是普通 ETF 代表0050。接着我们切换到正二，我们在这里输入有刚刚完全相同的条件后，得出了结论，这10年间总报酬率大概是450几%，而年化报酬率大概是18%。这样看起来跟刚刚0050的报酬率比，真的有比较好哦。不过影片看到这里，我们需要了解，有高的报酬率，当然需要承受相对应的风险。因此下面我也整理了杠杆 ETF 的3个缺点，帮助你做更深一层思考。第一，长期持有可能导致报酬率发生偏离。虽然正二的设计目标是获得0050 2倍的投资报酬，但由于它是采取每日重新平衡的操作模式，如果我们想长期持有的话，实际上可能无法精确达成这一目标。这点在正二的公开说明书也有提到，在第2页最下面注明，受到计算累积报酬之复利效果影响，本基金连续2日以上且长期之积累的报酬率会偏离同期间标的指数正向2倍之累积报酬，且偏离方向无法预估，所以本基金不适合追求长期投资且不熟悉本基金以追求单日正向2倍报酬为目标的投资人。因此如果想要长期投资在杠杆 ETF， 可能需要先了解最终报酬率会有一定程度的偏差。然而震荡或下跌市场中亏损会被放大。这边提到，如果普通 ETF 是这样的波动，那么杠杆 ETF 大概是这样的波动。那你可能会觉得，波动大会怎么样吗？反正最后有上涨就好了。确实，如果股市的成长幅度大于波动以及其他损耗，那么自然是可以忽略波动带来的亏损。但如果股市的成长率不够高，维持盘整或震荡，那么波动带来的亏损可能就会被放大。举个波动耗损的例子，假设今天有3个人 A、B、C 各有100块，第一个小 A 不投资，第二个小 B 买了一般的 ETF， 第三个小 C 买了杠杆 ETF。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假设股市第一天上涨 10%， 第二天下跌 10%， 那么第一个小 A 的资产不会变化，小 B 的资产会先变成110，第二天则变为99元。第三个小 C 资产第一天会先变成120元，而第二天会下跌变为96元。小 B 与小 C 这中间少了的1块钱与3块钱就称为波动耗损。那假设今天情况相反，先跌后涨，也会是一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了解，只要股市有波动就会发生一定损耗。因此如果股市没有明显上涨，需在盘整甚至下跌，那么杠杆的 ETF 的波动亏损也可能会比投资一般 ETF 更多一些。第三，需具备条件才能买进。前面提到杠杆 ETF 毕竟不像普通 ETF 只是单纯投资股票，它的风险可能更高。因此在台湾如果想投资杠杆 ETF 还得具备一些条件。根据我在证券交易所查到的资料，收益凭证买卖办法第4条有列出
起点条件。如果大家对投资杠杆 ETF 有兴趣的话，可以再上网看看自己是否符合购买条件。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杠杆 ETF 与普通 ETF 的基本概念、原理以及优缺点特性，希望能帮助你对杠杆 ETF 有多一点了解。影片看到这里，按照惯例，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个人对于杠杆 ETF 的看法。前面提过，杠杆 ETF 不是买股票，它有一大部分是属于衍生性金融商品，所以我认为如果想投资这类型的标的，就这当中期货、选择权等等商品的概念可能是必要的。当然不可否认，它的历史报酬率真的很吸引人，只不过投资前可能需要理解，过去的绩效不代表未来的报酬，因此建议投资前人要多方研究，避免跟风。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分享我个人对于杠杆 ETF 的整理与看法。如果想了解更多投资理财或自媒体的内容，可以在下方链接约我的对谈。因为我还写了一本6大被动收入报告，里面记录了24种常见的被动收入变现逻辑，也可以在那里领取。最后感谢你们的耐心观看，如果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按赞订阅。如果有其他想补充的，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下次见，拜拜。